大家好，影片一开始先回看一下右侧防虫网内部冬季的作物啊，因为天气已经转热啊，可算是进入收摊的时间了。至于在一旁进行育苗的洋香瓜，上一部影片虽然顺利移植完，天气转热后呢，一遇到下雨，就遇到了夏日最常见的麻烦——蝸牛的祸害啊。若是不使用药物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附近都清理干净，而利用晚上的时间抓蝸牛，也可以有效压制啊。另外，让幼苗提速生长，藤蔓快点往上长呢。幼苗的茎或叶片只要长出，蝸牛就没有兴趣了。但这却是最烦人的事啊！在进行整理防虫网内的环境前，先来看一下偶发比较不烦人的事件。由于是家庭种植，种植环境比较友善，因此时常会有不速之客突然出现。一开始以为只有一只青蛙，就直接先赶走。虽然青蛙算是友善的生物，但是不希望整地时让它在一旁慌慌张张的啦。特别在搬开瓦片，开了一个小口，让它自行离开。整只呢，它还真是连逃生都偷懒了。不就幸好要压回瓦片时，有特别查看了一下，不然真的会小命不保。因为气象预报说要下雨，整理前院意义不大了，很容易被雨水打断，所以就从这防虫网内整理起。现在这时间，前后院都还有一些冬季作物被杂草覆盖，可以说是自然农法的庇佑，让日照降低了不少，就提供这些后期作物一点帮助啊。在沟槽里埋下一点发酵后的蔗渣，也是顺道清理发酵桶，覆盖土壤浇水后，有种冬天又要来到的感觉。如果感觉还不强烈呢，在盖上防虫网之后就更明显了。至于一旁这一槽，原本是种植青花笋为主，清理的过程先将侧边的土壤往内挖。会这样做的原因是靠墙的位置日照比较低啊，土壤容易湿黏，也是最容易会躲小蝸牛的位置啊。因此在下雨前先挖出凹槽，让潮湿的土壤先透过雨水淋洗，雨后也方便晒土啊。从影片中的土壤可以发现非常疏松之外，很小的灰色团粒状土壤则是干掉的养分啊。这些养好的土壤事实上要挪走也可以啦，毕竟后院的地势比较高，可以不需要将土壤垫这么高。只是当初为了消化掉这些瓦片与砖头呢，不知不觉就做出了这些疏松的土壤。现在就先等待下雨过后再处理。下雨过后出现了防虫网灰灰、疏而有漏的现象，防虫网内出现了金龟子，金龟子不乖乖去帮丝瓜授粉，却爬进去啃食结头菜的叶片啊！有办法在地上爬的生物，果然是另有门路。至于一旁的丝瓜，虽然已经开始长瓜，但是这苹果丝瓜虽然只种植一颗，母花的数量却非常多，但是都还没有来得及开花，小果实的部位都很快就被果实蝇咬伤了，只好架上捕捉果实蝇的粘黏液啊。由于目前的时间规划，在梅雨季节结束前，会将重心摆在后院，因此就趁机做一次大整理。这巢内原本一直在考虑立体化种植西瓜，不过将侧边瓦片拉高后，决定将拉高的优势拿来利用，因此这短边的两侧都进行拉高。至于这些瓦片，在乡下非常常见被闲置堆放着，来源就是倒塌的老房子
或是提早拆下的产物啊。虽然非常笨重，但是因为有卡榫的优点呢，因此直接立在土里就很容易搭设成菜床。由于拉高的过程得将瓦片往外移动，这个位置呢，过往为了让走道铺设得更紧密，是采用先铺设好走道后才铺设左侧的种植槽。只是过于紧密的安排，现在反而是遇到了麻烦。瓦片外移后，砖头却塞不下去了，真的是环环相扣下产生的困扰。只能先挑不同时期的比较小块砖头先行补上，另一侧的短边也进行拉高。这目的得等下一部影片才可以看出效用。至于这棵想要证明自己生命力的野生芋头呢，先暂时拔除到一旁，等一下再进行血植的方式种植与说明。这一侧边也拉高完成后，再将土壤回铺，等下部影片再呈现最后的调整。夏日种植方式规划与作物进场。影片最后先来进行撒种育苗，这一槽的宽度也很小啊，这也是当初为了消化砖头做出的菜床。要加宽的话，真的是牵一发得动全身啊！一旁的空间大都被卡死了，就继续将就使用。关于撒种育苗这件事，短天期的叶菜类家庭种植大概就是随手撒一撒。只要湿度够，很快就可以出芽。由于个人撒种育苗的位置几乎都选择在地势比较高的位置啊，这样可以方便控水，就算浇得再湿呢，也不会出现种子泡水烂掉的情形。通常感觉出芽率不高时，只要多补点水就可以促进发芽。至于是撒了什么菜籽，目前也不清楚啦，因为多个种子的包装袋呢，在口袋里压迫了。最后再把这颗槟榔心芋头补上。细心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土壤的状况啊，这也都是细小团粒结构的土壤。至于芋头种植，后来的偏好方式是采用血植啊，因为芋头算是嗜水的作物。采用血植的时候，除了种植的比较深，容易保水，浇水时也容易让水留住啊。有的人觉得种植过程进行覆土，芋头可以长更大，而浇水或是下雨都有自动覆土的效果。凹槽填平后，从冒出的叶梗就可以判断当下芋头的大小，而在多雨的季节，还可以自行取水，更为省事啊。若是想施肥，也可以集中不外漏。以上顺道分享芋头血脂的优点，谢谢收看。